生与熟，食物的两种基本形态，也是人和人的两种基本关系。生蟹、熟蟹，谁的鲜味更胜一筹？这是餐桌上频繁被提及的辩题。对于深爱吃蟹的人来说，从生到熟就是一只螃蟹的距离。冬季的辽宁盘锦，似乎和螃蟹完全没关系的时间和地点。一天3顿小烧烤，很多东北人梦想中的生活。但在盘锦，必须加上一样反季节的美食——生卤河蟹，这小日子才算够味儿。凉快的，带着冰块，又鲜又香，特别好。必须的。吃了几次之后绝对忘不了。太过瘾了！来没来？卤河蟹有个外号“蟹肉冰淇淋”，烟熏火燎的夜生活中，这是最好的鲜爽调剂。盘锦地处我国最北海岸线的辽河入海口，是北方主要的中华绒螯蟹产区之一。每年秋末，人们会把当季没卖完的螃蟹放回蟹塘。到了寒冬腊月，这些高满肉肥的螃蟹可谓奇货可居。吹着西北风，在蟹塘边溜达了一圈。刘丽如决定明天起蟹。今天咋起这么晚呢？我妈这晚吧，大哥呀，我想那啥呢，27、8起呢。凿冰起蟹全凭经验。在蟹塘两端打开2个冰槽，每隔2、3米打上冰洞。蟹网从一边下水，利用竹竿和浮漂，把网绳从冰面下移动到下一个冰洞。只能慢慢来，不能着急。等到准备就绪，已经日上3竿。温暖的阳光可以降低螃蟹出水后被冻死的风险，这时就是起网收蟹的最佳时机。白筋儿的多好啊，肥度还好。价好。今天这螃蟹卖好价。螃蟹出水，大部分都会马上拉到市场上卖。刘丽如留了一箱，要给家里的年夜饭添个冰爽的小菜。咱们卤螃蟹里要搁什么菜呀？搁呀，花雕、大料、葱姜蒜啥的呗。在盘锦，生卤的做法，螃蟹不需要复杂处理，卤汁是关键。用盐和各种香料熬成淡褐色的卤汤，
盐的高渗透性可以杀灭微生物，又能与游离氨基酸产生协同作用，大幅提高鲜味。刘丽如的秘诀是要加入新鲜的大葱、大蒜、胡萝卜和香菜。味道浓重的辅料含有抗菌物质，小分子的独特气味还能掩盖螃蟹的异味。卤河蟹装坛完毕，在室外的天然冰箱放上1夜，就会冻成冰疙瘩。虽然已经结冰，但味道的交换融入还在继续。大年30，卤河蟹登上了年夜饭的餐桌。蟹籽黑亮，蟹膏黄艳，口感像蟹味的雪糕。生卤带着北方冬藏的气质，来，老闺女来，给熟悉的年夜饭添了久违的鲜爽。有生就会有熟。在江苏的很多大闸蟹产区，每到秋季，蟹农会将螃蟹批量蒸熟，加入由黄酒调配的料汁，一边入味儿，一边运往全国各地。同样是大闸蟹，有了酒的加入，卤就变成了醉。熟醉蟹征服了不少对生冷之物抗拒的食客，但有些人却对此保留意见。老柯，魔都醉蟹圈老炮，在他的眼里，和地道的上海生醉蟹相比，熟醉有点不讲规矩。蟹的香味啊，它是比较清淡、清新的，所以跟它配伍的所有的食品，都是去烘托它，绝对不能盖过它。这个醉蟹，蟹字一半，醉字一半，没有好的黄酒，怎么会有好的醉蟹？黄酒，生醉蟹味道的灵魂。每年做醉蟹前，老柯都要采购各种黄酒品尝一番。落脚还是在蟹上的，所以它不能抢蟹的味道，我们要相对要有个平衡值。在舌头上有前味有后味，我更多的想还是后面有味道。你尝那个前后端的味道的味，试一下。就这一个小小一个陈皮，醉蟹里面一点点，但是它一点点没有它那种清冽的香味就不会有我们自己用的这种无法的新会陈皮。黄酒、陈皮都是醉蟹背后的无名英雄，只为衬托出生鲜大闸蟹的鲜美。活蟹在冰水中浸麻，先用白酒醉晕。上海人对酱油和糖的喜爱众所周知，板糖味道丰富，冰糖自带香气，砂糖增加甜度。做上海醉蟹，功夫全在料汁。陈皮贡献了带有菊香的甘甜，盐自乌梅，酸中带甜，其中的盐分还能提鲜。最后轮到黄酒登场，酒精能让微生物细胞破裂而数量减少，黄酒中的风味物质形成肽，让螃蟹更鲜。在老柯看来，醉蟹腌制的最佳时间是1周。
此时滋味的渗透刚刚好，蟹肉蟹膏被酱汁浸染成红里透黑，原始野性的鲜在调味的作用下更显饱满。每到第一批醉蟹现身江湖，老柯的朋友圈都会迎来一波沸腾。生醉蟹的铁杆粉丝半年前就已经预定了这场品鉴。你能够当上了一盘像样的醉蟹，很有面子。但至少90%以上的上海人，他小时候的记忆就是那个生醉蟹的记忆，就是咬在嘴里面就特别的浓郁。真正醉蟹它肯定是生的。然后换一个方式，我们会觉得我不能长得不好吃，可是这不对啊。生食满足着人们内心的狂野呼唤。我们的味蕾在教化中逐渐戴上了有色眼镜，但只要对的味道一入口，却又立刻回忆起什么才叫最美好的冲动。这个膏这一块是难以形容的香味。而在广东汕头，这样的冲动则更多会变成行动。蟹呢，就是吃这个红肉，蟹红肉，这种和又有小贝壳，对，整个壳的关节它是有关节的，这样的蟹是最健壮的。郑宇辉在汕头的美食江湖里有着老什刹的称号，他一直坚信牛田洋的蟹最适合做潮汕生腌。这片水域位于榕江和韩江入海口，微生物养料丰富，养出的青蟹又肥又干净。生腌的美食，美虽然是美，但是呢，食用的时候必须非常科学、非常讲究的去做。郑宇辉的秘密武器有2样，一个是食盐，一个就是臭氧发生器。臭氧极强的氧化能力，配合高浓度盐水，可以去除螃蟹身上的寄生虫和微生物。最后还要剪掉脏东西比较多的尾部，再用高度白酒浸泡。潮汕生腌追求重口味，香菜取味道最重的根部，加上姜、蒜、花椒、辣椒，没有一个是温婉的。这些暴脾气的配料遇到青蟹，杀菌去腥就是他们共同的任务。加上黄酒和白糖的调和，24小时之后，滋味通透入骨。蟹膏发生蛋白质变性，在折光作用下晶莹剔透，娇艳欲滴，看一眼就能勾走潮汕人的魂儿。切好的每一块螃蟹都带着蟹膏，不用牙咬，腮帮子一使劲儿，鲜味儿就会在口腔中炸裂。潮汕人把这种感觉形容成吃一口就忘不了的毒药。而这甜美的毒药还有不同的版本。三木旗也是做生腌蟹的食材。汕头人用酱油和各式辅料混合腌制。因为梭子蟹壳薄肉嫩，容易入味，2、3个小时就可以上桌。淋上一勺腌蟹原汁，中毒就在一瞬间。生熟在别的地方可能水火不容，但是在汕头却各领风骚。打冷原指潮汕大排档中的冷盘熟食，到今天，打冷的概念变得宽容，泛指宵夜。白天不懂夜的黑，汕头的夜一餐打冷就会懂。阿成，汕头打冷圈的网红。那季节就比较当季的，
真的是不是？是那个小的就好。每天傍晚6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店里，招呼着老朋友和慕名而来的新朋友。上百种美味在眼前招摇，就算熟客点菜，也都会有一个选择困难症发作的阶段。不过，如果这一餐的预算充足，有一道菜是可以不用纠结直接下单的，它就是潮汕的打冷之王——冻红蟹。红蟹学名叫绣斑鲟，是梭子蟹的一种，体型最大的超过3斤。在阿成看来，红蟹肉质最饱满，是做冻蟹唯一的食材选择。做这个冻红蟹呢，一定要把这个红蟹活的，要把它用冰水把它冻得它没有活力了，要把它冻15到20分钟。你冻久了，它这个肉它就会收紧，吃起来的口感就非常好。与生腌腌料的多多逼蟹不同，料理硕大的红蟹，释放原味才是终极目标。一点盐，一把香葱已经足矣。螃蟹出锅，将迎来第2次的彻骨寒霜。冷冻、水煮，再次冷冻，忽冷忽热成了创造美味的秘诀。煮熟之后的急冻，让蟹肉中的水分子集结，形成锋利的冰晶，破坏微生物的细胞肌纤维。当在常温下解冻的时候，水分渗出，会带来更加紧实的口感。每当冻红蟹上桌，请客的人有面子，被请的人有口福。这霸道的一餐，甚至会成为了不起的谈资。阿成却一直宠辱不惊，对他和他的冻红蟹来说，这只不过是从生变熟而已。从陌生到熟悉，有时毫不费力。而有些关系处了一辈子，却似乎还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比如父子关系。我也不听把去捅啊，他还买一句，喝酒的喝酒了，你别捅干嘛的破。老盛和小盛既是父子，也是同事。3个月的休渔期即将结束，儿子要出海远航，自己年过60，已经退休，只能在家留守，这让老盛心里有点焦虑。老爸每次叮嘱我，每次都有唠叨，烦死了。船上的油嘞、米嘞、水嘞都带着1个月，担心啊，很担心的。家里还有大风，还有雾，一出去这么大的风，这么大的，他9、7风也不回来的。渔船出海，意味着久违的鲜货已经踏上了征途。好吃的游客早就算好了日子，准时挤满了圣山港。每一艘归港的渔船，看上去都那么的好吃。这带子弹。圣山地处我国东海，是梭子蟹的重要产区。这里的梭子蟹个儿大肉满，味道鲜甜，只需要简单料理就能一解相思之苦。
但是在老盛看来，梭子蟹却不应该做熟了吃，生呛蟹才是他和儿子最爱的味道。不过要想做的地道，老盛还得步行1个多小时，翻到山的另一侧去寻找一样配料。以前我们都住在这儿，这儿也住了好多年，后来这个交通不便，都搬迁了，搬迁大约有30年左右了吧。这是我的家，我以前就住在这儿，现在不住人了，搬迁了，已经老化了家里。虽然村里房屋破败，早已无人居住，但是这里的海水最清澈。做这道蟹菜必须要用这里的海水。做呛蟹，天然海水和盐是仅有的配料。渔民习惯用未经加工的大粒海盐来腌制海鲜。做这个螃蟹实际上很容易的，多放点盐，这个搅一搅，等几分钟，手上车里盐化了就好了。老盛判断盐度有自己的土办法，手上出现盐花，说明盐度已经饱和。盐中的氯化钠渗透进细胞，使细菌细胞的水分流失，杀菌防腐，可以让海鲜长期保存。腌制6个小时之后，老盛对这批呛蟹的品质很满意。由于没经过加热，蛋白质不会完全凝固，蟹膏保持着半流体状态，就算切开，也会被鲜美的汁水牢牢粘在蟹肉上。做好了呛蟹，老盛又开始焦虑了，掰着手指头算，今天就是儿子归港的日子。但云层渐厚，风雨欲来。现在，老盛更担心的是，儿子可别错过了这批呛蟹最鲜美的时间。深夜1点，打冷店依然喧嚣，远方的来客，夜归的灵魂，阿成都要认真对待。历经冷暖的冻红蟹也在静候有缘人。大年初2，刘丽如独自行走在蟹塘边，这是她最熟悉的地方，但每一年的开始又会变得陌生。老盛心里的石头还没落地，那个和他最相像的年轻面孔还在大海的另一个角落漂泊。老盛再熟悉不过的这片海，此刻却充满了未知。从生到熟，有时只要1瞬，有时却要1生。生与熟是追求美味的2个方向，也是人情世故的缩影。一只螃蟹，我们可以任意切换生吃与熟吃，而一段人生，不论生熟，希望你总能在滚滚红尘中寻获温暖。